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雨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雨，黄沙淘尽。 剑如纸，举壮志，算如意，步步险中意，纵使真剑气，一命破残局。举壮志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棋。 安平之乱至此而终。这一时，我斩断了萧寻的登基之路，而与他的这场诛心戮命之举，方才起始。恭喜长公主得偿所愿。你也是，邓太傅，荣华富贵你也如愿以偿。禁军统领参与谋逆，已被诛杀。这个位置。 关乎着整个皇城乃至皇族的安危，长公主，可有人选？阿九，长公主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是本宫第一道长公主令，处事舍人负九，自超卓尔为禁军统领，特许殿前带刀。太傅可有异议？你别后悔。你别让我后悔。将军，出都800里加急！出都800里加急！ 将军，将军，出都800里加急！陛下驾崩，阿昭当上了长公主。 这孩子都经历了些什么呀？朝堂上的明刀暗剑，可比边关凶险100倍呀！至少他现在是平安的，平安就好。将军，有敌来犯！整装，出发！ 将
姐，姑要姐姐陪。陛下，这与理不合呀！是啊，陛下，无此先例呀！请长公主。阿宇，怎么了？姐姐，姑不想自己走，你陪姑一起好不好？女子摄政，国将不国。长公主请自重。郎中令莫不是忘了，涌出旧事。当年谢太后垂帘听政之时，您可是第一个送劝进表的。陛下，该继续。谢大人，还没走。臣暂留片刻，是想一句替陛下向长公主道声谢。谢大人如此客套，倒叫本宫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您是高阳谢氏的嫡系，更是阿宇血脉相连的亲舅舅，私下里唤他一声乳名，也是理所应当。那臣就在高阳谢时，谢长公主保下阿宇的性命，也保下阿宇的皇位。谢大人客气了，往后我和阿宇还要仰仗您和谢家。长公主过谦了，臣心里明白得很。长公主能有今日，靠的不是谢氏，反而谢氏靠的是长公主。否则，这大楚朝堂之上，哪有我谢某立足之地？既然一脉连枝，何须繁文缛节？往后朝堂之下，本宫唤您一声三公子，可好？荣幸之至。三公子这次回京，看上去气色甚好。不知当初是什么病症，才让您不得不离京静养这么久？旧年落下的顽疾，让长公主挂心了。上一世的谢艳芳最善伪装，因为谢家百年世家，根深树大，为了让萧巡放心，故意称病久居高阳，其实暗中囤积私兵，扩大权势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却更容易笑到最后。长公主这般看着臣，莫不是臣衣冠不整？
本宫方才不过是在想，三公子人中龙凤，风姿卓然，这文武百官能及三公子半分韬略的，本宫还没有见过呢。不知长公主这句夸奖里有几分真心？句句所言皆是肺腑。三公子运筹帷幄，萧南王接下来意欲何为？本宫还等着三公子指点一二呢。萧南王此人，先帝驾崩不吊唁，新帝登基不朝拜，狼子野心已然昭昭。太傅已命父郡周俊以抓捕乱党余孽为名，悄悄调兵前往萧南去。只是萧南王20多年的谋略，恐怕很多事早已不受朝廷管控。我们不能先发制人吗？师出要有名。萧南王昭告天下，他是因先帝驾崩，伤心欲绝，病缠莫打，所以才不便来请。而阿宇又是个后辈，只能安抚。更何况，如今朔漠在边郡也是虎视眈眈。新朝主少国一内忧外患，已然是经不起任何动荡。所以先帝一诏中，才定论萧巡护驾有功。这也是怕萧南王借口再生叛乱。可萧巡明明是这次祸乱的元凶，是他设局害死了太子还有太子妃。太子妃是我的长姐，长姐如母。我与萧南王父子仇深似海，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杀了他，为长姐报仇。但不能是现在。如今萧巡虽是皇叔，但其本质还是质子。殿下不用担心，可徐徐吐之，切勿操之过急。我明白了，多谢三公子不吝赐教。如若以后还有什么困惑，可随时找朕如。殿下当心，这宫里的路不好走。原来光风霁月的谢三公子，也一样会因仇恨而想要除掉一个人。既然你也有意与萧巡为敌，那可就怪不得我借着东风一用。高阳谢氏率5000私兵前来救主。是他，高阳谢氏。听说你娘是从青楼里来的，我们谢家可不要这样的破烂货。既然呀，你像你娘一样下贱，不如就给你穿个耳洞，再打扮打扮，也好卖得上价钱，还挺能忍。再来一个，住手！三叔果真是菩萨心肠，连这种野种都会可怜。谢萧带领族中弟子欺负弱小，可还知受何处罚？莫不是要我现在就带着你去祠堂上跪？三叔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很疼吧？我带你去上药。不用。你的耳朵为什么要戴这个？若是被别人看到，我就偏不怕被人看到。这个会跟我的血肉融为一体，日复一日的提醒我，不能忘记。这个耳朵烂在他们手里，但他们终有一日会烂在我的手里。你竟敢犯上作乱，不怕诛你的九族吗？求之不得。恭喜九弟，这禁军统领头腰牌挂着，确实违法。
刚才那位镇国长公主，可不是你想象中的弱智女流。确实不一般。九弟，你在楚军帐下当差这么多年，也确实比我更了解这楚家的娘子。她演的是那么的好，只可惜呀，太心急了。我很好奇，她为什么突然对萧巡恨之入骨？这未婚的小夫妻怎的就离了心？突然就水火不容了呢？这萧巡一开始就不是冲着楚昭来的，而是楚灵手中的20万边军。他若不傻，自然能看出来。那这么听来，九弟你觉得他聪明？我还从未在你嘴里听到过对旁人的夸奖。你看他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你自己养的那只五角龙一样。不过，那是一只在大漠长大的狼崽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咬断人的脖子。咬人的狼有什么不好？岂不比只会摇尾巴的狗更有趣？九弟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一向喜欢聪明人。该说的话我都说了，谢三公子，小心玩火自焚。多谢九弟的惦念，等得了空，还是回家看看吧。毕竟你也姓谢。你现在知道兵符为什么不能给傅九了吧？他姓谢，他是谢家的第9子，谢燕来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他在我父亲军中隐姓埋名5年，怎会不露破绽？你以为楚家军中无人知道他姓谢？他们知道，只是他们不在乎。无论是傅九还是谢燕来，若他心怀叵测，做了损害边军的事，我爹自会对他予以处置。可你把禁军兵符给了一个谢家人，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太傅急什么？我能给你更多。永丰巷的7间铺面，明日就转寄到太傅名下。琉璃盏、夜明珠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，送了2箱到府上，太傅随意把玩便好。若是还有什么短缺的，太傅尽管同本宫讲，本宫自会尽心替太傅寻来。殿下这是？太傅可知，这宫墙为何百年不倒？因为他每一块砖石，都在他应该待的位置上。我将禁军统领给了谢燕来，但是朝堂之事还是得靠太傅，所以太傅大可放心，只要本宫在位1日，太傅的位子也必然稳如磐石。臣自当殚精竭虑。听闻太傅的母亲近日思乡情切，便派人快马从邓大人老家运了一些小米过来。
不值一提。不过是听说大人纯孝，我的一些心意罢了。臣谢殿下体恤。人都有弱点，你邓毅也不例外。谢三公子名动天下，却还是经不起曲意奉承，喜欢温顺听话，那便在他面前收起爪牙。邓毅嘛，既贪财又纯孝，投其所好便是。谢燕来。满朝豺狼虎豹，唯有他肯真心舍命相护。八九，我可以信任你的，对吧？一个私生子，竟敢烧了祖宗的牌位，还气死了自己的亲爹！你信不信我把你娘从坟里挖出来喂狗？贱种，果然在晦气！呸！嘿！叔公这是要打死九弟，父亲头七未过，谢家就要出2条人命吗？他烧毁了祠堂。若无此4功夫，留这祠堂有何用？叔公打死谢家血脉，就对得起列祖列宗了。九弟，九弟。九弟小时候最怕疼，膝盖磕破了，都要在马厩哭上半个时辰。今日能忍18道鞭刑，真是笑坏了一个人。我姓傅，我不是你弟弟。还记得10岁那年，你偷我的书去垫马槽，我追你到西院，看见你在狗窝里被一只残缺的小狗包扎。你那个时候说万物皆有灵，不应该残缺就被丢弃。可如今这是怎么了？轮到自己被丢弃，反倒把那些老东西的话放在心上。你分明和他们一样，瞧不起我和我娘。你现在假惺惺的在这里扮什么兄长？我本就是你的兄长，何须要装？阿九重伤未愈，怎么还在值夜啊？长公主深夜来访，不合规矩。
本宫就是来送件衣裳，阿九总不至于连这个都要推拒。我习惯穿布衣，穿金贵的料子，穿不习惯。布衣太软，防不住暗箭。你说对吧，谢九公子？长公主，这是试探，还是拉拢？听闻谢统领当年在我爹手下，于万军之中陷阵拔旗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怎么如今反倒怕起件衣裳来了？怕？禁军的兵符现在在我手里，该怕的不应该是长公主吗？我是怕呀，这朝堂的暗箭可比边郡的鸣枪难防，所以谢统领要不要考虑做我的帮手？你既已知晓我的身份，为何会觉得我会选你，而不是谢家？因为我会向你证明，我比谢艳芳更值得你追随。这是交易，还是命令？是请求。长公主位高权重，请求二字，谢艳兰不敢当；追随，更是无从谈起。这披风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世事如棋，乾坤未定。阿九，你断然拒绝，怕是草率了一点。若是有一天，阿九你改变主意了，本宫随时恭候。恭喜，你成为了长公主，也获得了无上的权势，终于
可以复仇了。不只是复仇。你难道忘了萧巡是如何勒死你的？如何砍下你父亲的头颅？如何诛灭楚师满门？即便拼上你的性命，你也应该要让萧巡血债血偿。唯有仇恨可以让你站上权势的巅峰，唯有仇恨可以让你利用所有人，尤其是男人，他们贪慕权势，也贪慕美色。若你愿意，他们都会为了你赴汤蹈火。届时，你便可以兵不血刃的复仇。复仇，那不是我唯一所求。我是恨萧巡，也想亲手斩断他的青云路，让他想要的一切通通化为泡影。想要做到这一切，我必须藏其于身，敛其锋芒，以图后举。就凭你现在这样，你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长公主。萧巡做了皇叔，邓毅奉命监国，谢家累世功业，你有什么？你拿什么跟他们斗？你拿命搏得个长公主之位，不就是想要让萧巡后悔？不就是想拿权势为刀，一片片削下他的骨和肉？不，我要的不止这些。我要垂帘听政，我要掌握实权，我要让我和我阿爹长长久久地活下去。我要的是命运不再重蹈覆辙。长公主上朝，绝非神水之德，本朝无此先例。长公主跟着陛下一起登基大典也就罢了，怎么竟然连上朝都跟来了？这是打算效仿谢太后垂帘听政吗？诸位公卿，本宫职责只是监国，陛下迟早是要亲政。陛下上朝自是应该，长公主上朝是哪来的规矩？秦都尉这句话问得好。前些日子你监军不力，按大楚律例应当即问斩，却以曾立军功为由，只是小失惩戒。本宫也想问问，这又是哪来的规矩？哼！吾等为大楚江山尽心尽力，现如今朝堂之上竟是一外姓女子执掌国政，岂不荒唐？郎中令，你与行逆弑兄的三皇子，可是有着翁婿之意呀？幸得陛下既往不咎，才能站在这里继续大放厥词。您非但不念天恩，反倒处处为难，岂非是以怨报德？太傅真是明察秋毫，三公六卿的底，让你摸了个透，真是让人钦佩。短短辅政几日，就如此尽心尽力，实乃是社稷之福。有太傅如此辅佐陛下，何愁天下不宁啊？本官得先皇嘱托，自是不敢有丝毫懈怠。谢大人先前身体抱恙，脱离朝堂许久，如今一朝回京，定是有许多不明之处吧？若有什么想与本官讨论的地方，随时恭候大驾。诸位，有事奏来，无事退朝。这是什么话？坏了规矩未闻。自己当谁？这凭什么他敢说的？我愿为万宝。谢统领。长公主令，有事奏来，无事退朝。
臣萧南王世子启奏。臣近日夜沐先帝气血，盼宗庙祭祀。先帝要哭，也该去找国君，轮得到藩王质子一派胡言。萧世子记得先帝托梦，那定是血脉至亲，心有灵犀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萧世子怎的不梦见太子殿下？莫非先帝也觉得萧南世子府比东宫亲近些？原来皇祖父昨夜去找了皇叔，那他定是生姑的气了。前些日子总来梦里说要带姑去放纸鸢，偏就昨天没来。阿宇，那依长公主之见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既然陛下梦有所感，那便劳烦太傅和谢大人筹备宗庙祭祀之事吧。臣等定当尽心尽力。商朝好累啊，明日能不能不去啊？阿宇，天子当以国为本，不能总是喊苦喊累。嗯，我的九连环呢？你在后边。当心脚下，仔细摔着。好。未能及时通传，便擅自来访，还望长公主见谅。三公子是阿宇的至亲，我如今是他的姐姐，你我自是亲厚。三公子来探望阿宇，自是不必同旁人知会。只是眼下他毕竟身份特殊，还望下次记得通知本宫一声，我也好有所准备。在下谨记。阿宇。我是你的舅舅。陛下慢点。你今日上朝带了玩乐者？不过是个九连环。给我。阿宇知道错了。以后不许了。阿宇，这是谢家三公子谢彦芳，也是你的舅舅。三公子？哦，三舅舅。阿宇，我知道你心中对我、对谢家有怨，我们没能保护好你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你，所以今日特意前来，就是向你道歉。往后，我定竭尽全力护你的周全。阿宇，到上早课的时辰了，你先去书房等我，好不好？他只是个小孩子，不懂得掩饰自己的情绪，实属寻常。长公主不用宽慰我了。太子府被屠戮一事，确实谢家有愧。我们没能及时赶到护住他们一家，阿宇心中有所不平，我都了然。阿宇还小，
骤逢巨变，心性难免有些变化，过些时日便好了。你下次来的时候，给他带一些玩乐之物，他兴许会高兴一些。难得，长公主与我家九弟这么秉性相合。真是令人艳羡。是啊，谢统领英勇过人，深得本宫钦佩。往后这宫中安危，还得多多仰仗他呢。你明知谢三生性多疑，却故意在他面前表现得对我轻言有加，你是何用意？方才你没有反驳，证明你默认我讲的就是事实。所以你这是接受招揽了。保护殿下是我的职责，与招揽无关。那你可想好了，当了这禁军统领，可就回不去云中郡了。我本是楚家舍人，回不回我无所谓，倒是殿下当了这长公主，可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现在这样的结果，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谢艳芳掌三公六卿，邓毅控沿路，而萧巡坐拥萧南郡，而你手里有什么？有个愿意为我舍命的你呀。2敌2何足惧？纵算萧巡入局，我们有萧雨，亦不过3敌3耳。更何况，阿九不止以1敌2，以1敌100都不在话下。我让你对付邓毅和谢艳芳，阿九，你这眼神，像是要吃了我一样。你还是先想想，怎么应付萧巡吧。他突然提出宗庙祭祀，必有后手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你知道还这般的坦然自若？若是我惊慌失措，又能改变什么？不如按兵不动，看看他究竟打算如何走这局棋。断肠苦枝残烧，衔泥沼，偏要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心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刀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
却九重暗角，只为与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伴你照潮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渊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于途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也信我道。无趣路遥，流言生于浮躁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